萨尔曼、哈利，老爷到了。整3天都晾着咱们，这下等咱们要走了，就想着拿咱们来找事。话说叶先生是真的会算计啊？这种事不造白不造，这是他说的。我这辆劳斯莱斯可是不防弹的，萨尔曼先生，你是要跟我坐一块，还是安全起见选择防弹的？如果真有危险的话，我相信那些防弹汽车都抵不上你这辆劳斯莱斯安全。哈哈，行，那就上车先吧，车上聊。快看快看，叶松的劳斯莱斯跟红旗车队，这气场绝了，这下是实锤叶松跟西亚王室的关系了啊！真的牛大发了，西亚的王室成员还真是冲着叶松来的呀。叶先生，打算什么时候去卡尔塔一趟？等你过完30岁的生日再过去。我可以理解成你这是怕我活不过30岁吗？虽然没这个意思，但我还是想着等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才过去。当然了，前提是你能大步迈过，并且是得偿所愿。你是已经笃定你之前说的那些一定会发生吗？不敢说一定，但绝对会是大概率的。如果最终证明你对的，你说我该怎么报答你才好？我并不需要你的报答，因为我所奉行的宗旨就是共赢2个字。是的，共赢，就好比叶成英，还有我身边的张强、李海滨、郑天河等等等等，我对他们都有再造之恩。可咱们之间并不存在报答之说，更多的是彼此携手在人生这条路上一起共赢。同样的，跟萨尔曼先生也一样，我帮你并非图你的报答，而是出于朋友的关系。当然了，一旦有朝一日萨尔曼先生的结束被化解掉，一旦能够得偿所愿，我相信那一天到来之后，咱们双方会有很多的共赢机会。闻言，萨尔曼并没有急着应声，倒是拧眉陷入思索，片刻后苦笑道：“你是希望我永远都欠着你的恩情吗？如果可以这样的话，我想我肯定不会排斥的。如果最终证明你是对的，如果最终我真是因为你才得以大步迈过的话，我相信我会永远铭记的。你不但会成为我萨尔曼此生最重要的人之一，连同华国也将会是我的第2祖国。”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们华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冥冥之中的造化，是叫冥冥之中的造化对吧？我这趟3清之行算不算是冥冥之中的造化呢？如果萨尔曼先生能大步迈过的话，那才叫造化。若是迈不过，不知叶先生还能不能多给一点建议？没什么可建议的，把一党的明枪给挡住，把南方的暗箭给防住，其他的就听天由命吧。诸位，就送你们到这了，招呼不周，还望见谅哈。你确定你只是招呼不周？这不是让叶大少还有海滨陪你们吃喝玩乐了足足3天的吗？如果不是为了借咱们来给你造势，恐怕今天的送机你也是让陈英来安排了吧？感情你的意思是我只是出于想借你们来造势，所以才给你们送机的了？叶成英说你说了，这种事不造白不造。在萨尔曼这一话下，叶松不由转头朝叶成英看去，不曾想后者却是坦荡大方地直视着他的眼神。不就是你说的吗？你比张强还缺心眼。叶大少，这3天的收获如何？拜你的光芒所赐，跟那群家伙处成老铁了。嘿嘿，回头多跟他们走动走动。这群西亚王室成员在欧美的关系网肯定是小不了的，通过他们去渗透去扩张的话，无疑是事半功倍的。我会处理妥当的。喂，秦猛，叶董，缅南营救，2个小时后正式行动。电话那头，秦猛将行动计划简单大概说了一遍。如何安置那些被营救出来的人？你们想好了吗？忘记跟你说这一点了。后勤运输队会提前准备好卡车的，到时直接把他们送到咱们的使馆门口。只是这样一来，想必会让咱们上面在国际层面上遭到一些麻烦的。但没办法，只有把他们送到使馆才是最安全的。相比起解救出那么些人，所谓的那点国际舆论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相信官方高层也不会在乎的。就以你们部署商定的方案去行动就好。但是有一点，一定要把9州安保的成员安危放在第1位，务必切记，一定要。叶董放心，我会为兄弟们负责的，轻重所在，我能够拎得清。好，那就祝你们旗开得胜，我等你们毫发无伤的凯旋。好了，回头让叶大少给我们安排接风洗尘宴就好。等缅南营救行动结束后，咱们就班师回朝了。行，等你们平安归来。没再去多说，叶松挂断电话。老爷，开始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到了这一步就顺其自然等结果就好了。秦猛那边的情况不是你担心就有用的。另外，你必须得重新建立一下自己的世界观才行了。从你决定成立9州安保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背后必然是离不开血腥与伤亡的。如果你发现你抵触那生死伤亡的话，那我劝你最好还是解散吧。秦猛那边的行动已经开始了，你才来跟我说这些，你不觉得有点多余了吗？因为我怕我在行动之前说了的话，你或许有可能会取消行动，从而重新规划9州安保，继而将9州安保完全局限在普通的安保公司范围内啊。找个酒店，你俩陪我喝点。与此同时，兵分几路集结于缅南地区的9州安保也以各种伪装的方式进入到了行动区域。
连同秦猛在内，所有人员都对自己的容貌进行了乔装变更。老猛，咱们混进去的兄弟现在什么状况？还没收到信息，不着急，继续等着。40分钟后，秦猛口袋里的手机响起来滴滴声，掏出看到手机里头的信息后，秦猛心头大喜，准备行动。准备完毕。伴着耳麦中接连传来个小队的声音，秦猛领声道：“行动。”你说我当初是不是就不该成立九州安保？如果没有九州安保的话，那些被人用这种手段骗去缅南地狱园区的华国人，兴许大概率不会有逃出地狱的那一天。等待他们的要么是行尸走肉助纣为虐，要么是惨遭折磨后死在那。你应该知道的，上面在这种事上不可能会有任何作为的。你不是不希望九州安保去为那些你口中的蠢货涉险吗？没错，如果可以的话，我的确是不想九州安保冒着背负伤亡的险去营救那些蠢货，但这跟我刚才说的并不是一码事，难道不是吗？一码归一码的情况下，我只是在跟你就事论事。沉吟许久，叶松最终苦涩一笑：“我是不是有些矫情啊？”矫情吗？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你之所以会产生那种心理矛盾，只是你的出身跟经历还不足以让你从容去面对那些事罢了。如果你像我一样，见识过各种斗争的残酷，见识过各种无妄之灾，见识过各种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想必你就不存在那种所谓的心理矛盾了。并不知道自己此时正在教育的是一位前世活到89，并且累计了数千亿的重生者。叶成英似是越说越来劲，不等叶松应声再诱导：“我心里头不希望九州安保发动缅南营救行动，完全是因为我觉得那些家伙并不值得九州安保为之付出哪怕是一丁点的伤亡代价罢了。而你则是因为九州安保或许存在的伤亡情况，陷入内心矛盾之中。说白了，就是一时难以接受自己身边出现那些非生老病死的伤亡。这不是什么矫情，也不是妇人之仁，纯粹只是你还没能适应而已。说真的，老叶，你现在已经称得上是上位者了，但你的心态却远远没够得上上位者。在上位者的世界中，相较之下，更残酷的比比皆是。”迎着叶成英的话落，叶松的内心深处似乎随之松弛开来，强颜欢笑道：“也许是吧。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日后随着地位越高，将会有更多更残酷的事儿接踵而至。抛开九州安保不说，老生常谈商场如战场，光是商场之中，该你经历的残酷斗争，并不见得比九州安保在战场上经历的残酷来得轻。”书弟，手机嗡颤响起，叶松着急的迅速伸手拿起，是秦猛。看到来电显示的那一刻，才平和下来不久的心境再次泛起狂澜。喂，紧张中，叶松口干舌燥的接通道：“叶董，一切顺利，结束了。”听着秦猛那带着淡淡笑意的作言，叶松心头的大石随之落下。伤亡情况如何？就几个兄弟不小心挂了彩，问题不大。营救情况如何？在园区内的都被解救出来了，有10来人不是咱们神州内地的，但也一同安排送往了咱们的使馆门外。另一处园区的营救情况怎样？也都一切顺利。在咱们这边清理战场时，孤狼那边也结束了战斗，人员同样无大碍，解救的人员也都已经送往使馆了。好。放下手机后，秦猛转头朝一名成员喊道：“秃鹰的，去往那儿留几个字。”秦猛指向正对大门的中间地面。留字，留啥字？九州安保到此一游。索性把咱们的尊姓大名一个个全他奶奶的给留下来。那写啥？其我神州同胞者，必出。完事在下面再写上炎黄这俩字，画个圈圈起来。